35度是什么意思？太夸张了，但那是可以停更的理由吗？好，那我们开始咯。OK， 众所皆知我爱 U 系列，之前一些影片也有提到，那 U 系列的后续因为设计师不续约，前景不明，我甚至一度想说心碎但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总之不管明后年，但 U 系列24秋冬官网就是上线了。初步看来品项相较之前并没有很多，整体来说还是有不少个人觉得可注意的单品，且看且珍惜。那我们一起云单开箱本季 U 系列24秋冬的推荐单品 PuffTech 蓬松连帽外套3990，重点直接先看外套。第一眼引起我注意的是这件 泡服PuffTech， 那包括宽松版型、刻意加大领口、隐藏拉链，应该是官网介绍包括下摆抽绳与袖口松紧带、口袋内里的刷毛等细节，外形拉到顶，以整个赛博朋克感我是蛮喜欢。推荐颜色为科幻末日感的黑色。价格3990，个人觉得先观望，建议入手价3000左右，往下2500不确定，看你的耐心。还是那句话，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另外，本项商品是仅网络商店与台北旗舰店有贩售，想去门市看实品的朋友，要先注意，免得扑空哦。立领休闲衬衫长袖1290元，立领休闲衬衫，推这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喜欢芥末黄。好啦，颜色之外，立领工装加长版衬衫造型相当讨喜，材料是不易起皱的蓝塞尔纤维，肩膀细节3条缝线加强，感觉上身后的硬挺感能更强。蛮好奇之后食品上架的质料粗感与重量，有兴趣的朋友可前往试穿。价格1290，中规中矩，对应下预测1000元左右，轻松入袋。目前释出色号有黑色、芥末黄、紫色，可以参考哦。卷盖式包包1290元，来了！不得不说 UQ 近年包款设计相当在线，想来品牌也掌握到 IT 包的流量密码是吗？从之前狂销热卖的半月包，近期变化馆推出的斜背包，C 系列的托特包，到此次 U 系列秋冬的卷盖邮差包，皆是有颜值有内在的实用品项，可手提可肩背的两用设计。内里分层容量大，外层防泼水，材质为尼龙人工纤维，价格1290，差不多。目前释出色号为黑色与棕色，可商务可休闲，这款个人我是蛮喜欢，推荐给最近缺个漂亮笔电包的你。这款邮差包貌似也是仅有网络商店跟部分门市有实品上架，喜欢的朋友先笔记起来哦。除了这3样单品之外，也推荐一些有点兴趣的品项，包括 PuffTech 轻软科技背心1990，轻软科技背心，但我觉得 C 系列那件很红的短版背心的版型好像比较好看，不过这款有出个淡绿色，我觉得蛮清新的，推一下。长大衣3990黑白，就是一个可参考，但没有特别的喜欢。垂风轻便长裤1490，感觉布料轻盈，很吃身形另外这个设计我怎么觉得跟之前 C 系列春夏的一条裤子挺相似的，宽版降落伞工装长裤，另外宽版降落伞工装裤装等类似廓形。个人还是首推 GU 的超宽版工作裤。从我第一支发关于 GU 神裤的影片开始，这项商品持续热销在线，已经至少出了不同材质的3个系列。如果你想要类似廓形的产品， GU 的价格更甜，定价本来就不到1000元，特价690也是有。相比 UQ 定价1290， GU 就是性价比占优势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给朋友们当个参考。U 系列24秋冬大概到这里，那可能有朋友想问 C 系列呢？因为这个我个人其实没有到很喜欢这次的 C 系列24秋冬，主要因为整体品项设计主轴有点发散，颜色跟用料偏大众向，具特色的个性单品相对少。细节想讨论的话，有机会再发一支影片跟大家聊一聊哦。那到这边差不多哦。对了， UQ 今年好像迎来40周年。
年，先恭喜品牌。另外我看到网络有提到以各大品牌为主题，美学非常在线的韩国独立杂志 Magazine B 9月刊会以 UQ 作为主题报道，感觉也蛮有趣的，喜欢的朋友不妨看看。其实最近9月刚好也是国际时装周2025春夏大秀的开始，纽约、伦敦、米兰、巴黎产业最前线的4大天王，经历整个后疫情时代的过渡期，去观望一下顶奢品牌对未来的想法或设计元素的探索。这虽然看似遥远，但其实服装产业从上到下是一个不断向下疏拢的过程，只是很多时候特别我们所在的环境有所局限，一般在生活里能够接触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整个潮流发展的末端，但能够去拓展不同感受与思考的边界，是我觉得做服装主题的影片里蛮有趣也是常有收获的感触。那也推荐给同样喜欢服装的朋友们哦。放一个6月迪奥男装的2025夏季秀场，结合南非艺术家在 runway 上摆放超大型的陶瓷猫咪走秀，哇，真的是太可爱了，猫也太犯规了吧。好，完整影片也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之后的影片主题呢，我在想也可能不限服装的主题，可能会陆续的开箱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事物，无论流行趋势话题，由主播马屁带给您第一手的个人观点分享。好，那其实另外一个题就是说，马屁衣柜这个节目有打算做 IG， 虽然说讲了很久，但是一直就是没有去把它动工起来哦。好，那所以连结的话也会放在说明栏，但是内容的话我会尽快的这个有点心虚啊，尽快的把它补上去哦。一样喜欢请订阅，感谢你的收看，那我们下次见。对了，就突然想到说，就是之前有朋友问我说，马屁你有没有推荐说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影集作品啊之类的？那我个人这个现在也下半年，整个上半年度啊，或是整年来，我觉得很赞的一些作品啊，我最近看的觉得很喜欢的3个作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的话就是大熊餐厅的贝尔出到第3集，大熊餐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哦，这种快节奏的剪辑啊，然后美感在线，然后你喜欢料理主题啊、餐厅主题的朋友是绝对不要错过大熊餐厅这一部哦。但是它的这种有一种非常焦虑的感觉，这种氛围哦，能够带入在影片里面哦，真的是很厉害。另外的话就是那个 Netflix 的地面师哦，那虽然说大家都在看另外一部这个好，就是说这个地面师呢，我个人蛮喜欢，因为那个导演是这个大根人，他是一个之前都在导日本深夜剧，如果喜欢那种日本深夜剧的vibe 的话，那我觉得地面师可看。那加上是网飞出资哦，哇，这是有资金就是不一样啊，画面的这种尺度或是这个规模都很浩大。配乐的部分我也很喜欢用的这个电子音乐，个人是觉得很相对人们小众哦，但是它放在一个很大众向的这种市场，主打大众市场的这一部作品里面，我觉得很厉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之前雷利斯考特的异形第6集那个罗慕路斯哦，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哦。他是虽然我不是异形前面几集都有看哦，但他这个罗慕路斯他走一种复古氛围哦，有种像前面几集致敬的感觉哦，算是一个小而美的精品啊。那整个剧情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也蛮经典的惊悚片的那个套路。你就想说，就是有一群青年人，然后遭到了追杀这样的一种惊悚片的概念。那相比这个之前圣约系列是比较走形而上的那种存在意识的思考来说，那我觉得罗慕斯就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爆米花片。人家讲说可能下档了吧，这样不确定。但就是最近这3部作品看了觉得很喜欢，顺带的在彩蛋这边推一下咯。